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爱情和婚姻当中，与其给我山盟海誓，不如陪我春夏秋冬。大家好，我是于寂静。爱情当中呢，要讲究平衡，过于主动和过于被动都是一种破坏，平衡才是更长久的。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终极目标呢，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酝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好。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可以闪婚，但日子不能闪躲。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49岁，来自四川，厨师；李女士54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为什么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我就想带着他回老家一起照顾我的妈妈，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啊。我们在一起才几个月，我就想多挣点钱，毕竟我无儿无女无牵挂，以后养老就得靠我自己。我母亲身体不好，现在我天天牵挂着她，而且我在外面漂泊也累了，就想回老家养老了。我现在黑白颠倒的生活，就是为了多挣点钱。他让我放下这边的一切，给他回老家是不可能的。大概听了一下，这一个要回老家，一个不回老家，对吧？这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分歧，所以来求助我们了，是吗？嗯，是的。我们前年吧，聚会认识的。那个时候大家在一个生活群里面嘛，都喜欢唱歌跳舞的嘛。然后呢，就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抖音上聊天，我看他那个跳舞跳得很好，唱歌唱得好。然后我看他签的那个名是单身汉。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单身啊？他说是啊。我说我以为你有家呢。我说我曾经有个2段婚姻，我也是单身了。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才开始聊天啊，然后就慢慢走到一起了。慢慢走到一起了。那个女士方便问一下，您之前2段婚姻都有孩子吗？第1段婚姻有，第2段没有。第1段婚姻是男孩女孩？今年多大？男孩29岁了。成家了吗？儿子工作了。工作了哈。所以这个2段婚姻大概都分开的原因方便说吗？第1段婚姻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嘛，年龄有点大了嘛，农村来说20几岁、25岁就算大了嘛。当时就是闪婚。结婚离婚2年就离了。因为男方比较不务正业，乱花钱嘛，然后对家不负责任嘛，这样子的。第2段呢，就是这个时间就过了有20多年，才再婚的。那既然这么慎重的再进入一段，为什么分开了呢？其实第1段婚姻伤害挺大的，一直以来我就不想再结婚，所以就20多年，这20年当中。我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嘛，自己做事业啊这些，在成都，其实都没想过要再结婚。但是后来想到，父母还是觉得，就小孩也没随我，也随男方了，因为男方条件好一点，还是希望我再婚嘛，所以我很慎重。第2段的话，这个呢，人呢就很普通的一个人，很勤劳，很勤奋，很顾家，但是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可能他比较自卑吧。在第2，喜欢炒股，炒了10几20年，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钱，就是婚前婚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压到股票上。所以我就希望改变他嘛，给他机会嘛。但一直以来就闹啊，又分居啊什么的，都没有改变他。明白了。所以就。选择离婚了。那男士这个冒昧的问您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您都没有走进婚姻呢？被伤害过。被伤害了。对，我的钱被他全部都拿走了。
把您钱骗走了是吗？对对对，我都怕了，不敢，都有点不敢再去谈恋爱了。都怕了。对对对。那这怎么跟咱这位女士敢谈了呢？怎么说呢？也是一种缘分嘛。缘分哈。哎，对对对。今天其实你们的主要的那个矛盾就是说要不要回老家。我问一下，这是回谁的老家？就是他的老家在哪儿啊？攀枝花。您主张就是要让男士跟您一起回到攀枝花。是的。你为啥一定要回去呢？现在是在成都对吧？我们都在成都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攀枝花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母亲年龄大了，因为我父亲去世快10年了，我母亲一个人生活，身上有很多基础病，主要是她有心脏也不好，走路走久了她会心脏会喘气的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怕她摔倒，加上她腿的关节不好嘛，那个你们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是摔下去的话，怕脑血管破裂瘫痪，这个我很怕的。每个星期我都会最少说打3次电话。如果有哪天电话打不通，我不接他，我会很着急。老人多大岁？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72岁了。那年纪是不小了。但是你在攀枝花有兄弟姐妹吗？我在家里面是老大，有3个妹妹。我北京那个妹妹的话，她买了房子还在还房贷。二妹和小妹的话，二妹也还房贷，也是做点小生意。还没有儿子还没结婚。小妹的话，儿子在广州读研究生，她自己开公司的话也亏了一些，也欠了一些钱，她很心力憔悴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大姐来说，我现在就说母亲的话，我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多照顾一些。那你要回去承担这个照顾母亲的责任，是有跟他们3个商量过吗？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情况是以前我一个人生活在攀枝花的时候，我父亲病了10几年嘛，也挺花钱的，说实话，都是我妹妹她们付出了很多，她们陪伴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作为大姐的话，从经济上，没有为我父亲付出什么，只是说陪伴了一些。当时就说了，我就给他们承诺了，我父亲没有尽到很好的责任，作为大姐母亲我来尽责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男人不管跟不跟你一起回，你也是要回的？是的，如果有一天我母亲身体不好了，我都要回去，因为我很怕。所以因为她还有一个梅米尔综合症，梅米尔综合症就是眩晕症。就是会突然之间晕倒所以这是我很怕的。那男士您为啥不同意跟着女士一起回攀枝花呢？攀枝花那边我也不熟悉啊，我一直在成都这边。还有就是现在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你到那边去干嘛嘛？他也没有什么负担。那我现在都还在还账，前几年嘛生意不景气亏了，还差1万多块钱的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这边。我们先做几年挣点钱嘛，如果是我们那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再说过去的也可以啊，对不对？您是觉得到攀枝花那边可能没有在成都这么好赚钱，是不是？对呀，因为我在这边毕竟7、8年嘛，也熟悉了，对不对？你一直叫他回去，那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规划？因为他现在毕竟他还要还债嘛。可以的，有规划的。因为我攀枝花有房子，有100多平的房子，就是母亲跟我一起住嘛。然后呢，我那边我舅他们做的装修公司，他以前也做过装修，他又是厨师嘛哈，可以去干这2样其他的工作啊。他只需要把自己挣的钱、养老保险交了生活费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操心。但问题是人往高处走。成都毕竟是一个大城市，空间更大，而且机会更多。男士，你说是吧？对呀，他老是叫我过去，我现在怎么过去啊？你不能等几年再过去吗？您觉得要等多久再过去？那等个几年，挣一点钱嘛，再过去也行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那您想去干嘛？能有多少积蓄之后就可以过去了？30、40万就可以了嘛，对吧？他那边有房子，对不对？那大概需要几年呢？4、5年嘛，3、4年也不行啊。3、4年4、5年、3、4年，咱不能等吗？不能等，我觉得时间太长了吧。您是不是怕这30年以后2个人最后没有结果？对，我是怕。
其实他这个人也蛮好的，他性格还是好，会照顾人，也没有什么坏脾气，比较通情达理的，虽然说他现在没有钱，但是他还是比较有上进心，再一个呢，再婚也不好处，很多再婚家庭就是说，比如说因为前妻啊，因为父母啊，因为别人的孩子啊不好处哈，他是因为他一个人无牵无挂嘛，我觉得这样我们过2人世界挺好的。哎，你们有要结婚的打算吗？有，我现在还没有。问题又来了，因为一个男人啥都没有，别人说的这样，男人要承担女人什么什么的那个油盐茶醋啊那些，对吧？没钱，什么都不可以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男士认为我们只要恋爱着就很好，但是女士呢认为我们好了就要奔向婚姻？对的。就您是觉得到回了攀枝花就得结婚，对吗？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因为我的孩子也随他父亲了，因为从小孩子没有跟随我是没有感情的，没什么来往，所以呢，我们养老得靠自己，是吧？本来之前我都不想再找了，我想我这次婚姻失败了，我想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但是去年的话生了几次病，很痛苦的一个人，就是重感冒了嘛，几天都吃不下饭，也没有人管我，我的那个肩周炎犯了，贴个膏药都贴不上，我还是觉得其实还是要有一个人陪伴，才可以。那另一方面不凸显说这个经济更重要了吗？对吧？养老要靠自己。对呀。那现在回去了，那老公的积蓄非但没有达成目标呢，还欠着债呢，还得还债呢。欠债这个问题，他也没欠多少，也就1万多块钱。如果他现在愿意和你一起回攀枝花，他的1万多债务，你愿意帮他还吗？这个我不愿意。为什么呢？作为男人来说，自己的债务自己去还，我可以跟你一起生活，可以去照顾你，但是我不能说给你还债。万一我还了1万，还有10万没还呢？这句话是您突然想出来的，还是一直心中有这个疑问？我一直心里面有这个疑问。哎呦，那先生，存在这种情况吗？只有这么多啊，就只有这么多啊。那怎么人家不相信呢？那我没办法呀，男人没钱，什么都是软的，有钱说话的硬气，对不对？我又没钱，住他的房子，就好像就是。男人嫁到女人家一样，一去干嘛？就这么一说，好像大哥想的不仅是钱的事儿哦。您的认为，如果住他的房子，似乎自己感觉入赘一样。对呀。那这就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呀，因为你如果4、5年之后就算攒够了钱，那到了攀枝花不也一样，还是得住他家吗？可以到攀枝花去买一套房子啊。他有钱有底气了。就是再买一套哈。那先生，最后多问一句啊，如果您攒够了钱，您有意愿要娶这位女士吗？有啊，其实她挺好的。就是您也想要走进婚姻的是吗？对。所以那现在就是说，我的财务的状况还不好，等到我的财务的状况好起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去改变一些现状。但是现在，女士就等不了，对吧？最多明年吧。最多明年。对，我今年都54了嘛。就给1年的期限。您二位除了现在回不回攀枝花这个有矛盾之外，其他2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合适的地方或者其他的矛盾？其他还是没什么的，他人挺好的。我有。你有？你看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你说说吧。我很讨厌他喝酒。养生酒嘛，或者养生酒。酒还能养生是吗？每次喝多少呢？一般2两嘛，2两3两嘛。那也还好那为什么这么反感呢？是他现在也发体了，也长胖了嘛。而前年我认识他还要瘦一些，因为人胖了容易三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阴影在我心里。因为我父亲就是爱喝酒，酒精肝癌，最后去世的，是非常痛苦的。我很怕那个，因为在一起嘛，他必须身体健康才能照顾我嘛，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喝酒呢，中午喝了，晚上也喝。我希望就是喝的话也是喝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他有时候皮肤还经常发痒。我还是很怕
他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有什么毛病这样子。所以你对酒特别敏感。敏感。也是为他好。也是为他好嘛。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少喝酒。还有就是希望他跟我回攀枝花。我觉得姐姐是想为这个大哥好，但是大哥就感觉是不怎么接受的样子。姐姐你就安抚好自己，然后坚定你的心吧。这就劝分了啊，就算了吧，是吧？是这意思吗？你被小女生看得很透彻。是的。恕我直言，你们目前的感情还不足以让这位男士放弃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很显然，他刚才提的什么债务啊等等啊，只是理由和借口。但是我们能不能修成正果，他心中是没底的。他现在很显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和你一起回攀枝花，3、5年以后更不可能。他是有过被别的女性骗过钱的经历的，他是被蛇咬过的，他是更加担心跟了你去以后，那是你的主场，他人生地不熟，他知道自己到了那里更加回天无力。所以刚才这位小妹妹说的对，你要考虑的是，如果他和你不去，不用1年，我认为只要1天就是今天，该分就分。谢谢。我倒认为，其实你们地方只是你们面前的一道考题而已，它真的不是你们主要的问题。先说女方，我说的很直接，你觉得你对生活的需要更大，还是对这个男人的需要更大？今天是爱情保卫战，但是你谈老母亲，谈责任，谈回去尽孝，包括作为长姐应该负的责任，可能谈得更多。那么男人跟你去是干嘛去的？你有没有想过，他更多是一个从属品，他到那儿是要负责的，婚还没结呢，两人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怎么样就要去尽责。他现在还没怎么样，就要这么多的付出，而你呢，连1万元的外债，你说了必须他得还。那其实我们听下来的话，如果感情好的话，那说了我们共同过日子，共同还就好了。1万元真的不多啊，那不叫外债，只是一个说辞而已。但是心没到一块儿，你要的更多是你要的，而不是对方愿意给的。我的建议是这样，女方你现在就回攀枝花，照顾你的老母亲，按照你既定的这个节奏去走。如果你觉得待上1、2个月，发现没有这个男人也 OK， 好，那就分。如果你觉得这男人非常的重要，那时候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今天一定要逼着人家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啊？是不是还可以再等，对吧？要做抉择的，不是一定怎么样。那么男方呢，就留在成都，该还债还债，该挣钱挣钱，稳定下来，然后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值得我牵挂，还是说可有可无？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药，顺其自然，反而是能够给你们的内心有一个明确的声音，这段感情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谈恋爱还是谈条件？我觉得你们更多的是在谈条件。如果把条件放在首位，把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放在首位的话，那你就算达到了最后的那个目的，可能最后也是人空心空。然后您也知道，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人这种的复杂关系您比较难处理，所以您要的就是他孑然一身。所以为什么碰到这个男人您不愿意放过，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攀枝花，就是因为这个男人他可以无牵无挂的跟您走，踏踏实实的陪你照顾你的老母亲。因为对一个人来说，50岁背井离乡这事儿挺难的，这不是爱不爱的事儿。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是爱是及时，但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必须要考虑。但就是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过于把自己放大，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爱嘛。其实如果在一个很有爱的情侣关系当中，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可以协商的，可以想想是不是能把老母亲接过来，或者怎么办。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过去想一个第三方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各执己见。所以我觉得
到了这个年纪了，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爱，就别强求。谢谢。二位现在是各自对自己都有一个对于老年未来的一个规划，但是并没有说邀请对方来加入我的计划，而反之是我通知你，你参与到我的计划当中就可以了。然后您看男士，您要求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对您来说，他的条件也好，什么，就一切角度全是在您的判定之下，您觉得都很好。但是其实反过来，就像刚才我们听男士说的是，他之前有过感情被伤害的这种事儿，钱也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被伤害过的人，他越从这个方面被伤害过，他就越想抓住这些东西，他兜里没钱，他不踏实。所以对他来说，压力也给到很大呀，他必然不愿意走。所以我觉得二位要真的想走下去，别说您最多给1年，这边说我再努力个3、4年、4、5年，这些问题不解决，再等10年，二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所以一定要优先处理这些问题。我说完了。好，谢谢曹老师。如果先生就是不跟你回去，你们的恋爱还继续吗？那肯定就算了吧。算了是吧？那其实你把爱情当成了零和游戏，你不听我的，也不是，就没有这段感情。因为攀枝花到成都也不远啊，也就4个小时的高铁。哇，你恰恰说出了我要接下来要提的问题。你们之间的感情还不及4个小时的路程吗？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但爱情不是。爱情的核心在于说成全彼此。如果他跟你去了，就是成全你，你成全他什么？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你们2个都不要回去。为什么？因为您是有过2次婚姻的，而且第1次婚姻是闪婚，可以说那是爱情，那是奋不顾身的爱情。第2次您付出了很多，感受到了婚姻的残酷的那一面，对吧？您现在对婚姻都没有任何信心了，因为您现在找的是什么？就是您说的，找的是亲人，您找的不是爱人。你对这段感情你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跟我回去表达一个态度，但过于极致，过于急切了。他在打拼，他还有事业上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呢，你不能不管不顾的。所以我不建议你回去，我当然更不建议他跟着你回去了。好，因为回去必输，你们必分，好不好？好，就这样。那接下来的时间，你们2个人坐在那儿的时候，想一想，来，谢谢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何先生22岁，来自贵州，学生；杨女士20岁，来自贵州，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今天想得到什么答案？我想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分手还是不分，但是他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觉得分手不需要特别的说明，大家都懂，何必逼我？他的心里早就自己有了答案。我没什么想说的了，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问心无愧。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觉得他太极端了，我也累了。哎呦，今儿这问题有点严重了。女生直接就说是分手还是不分手，要一个结果，对吧？是的。所以今儿就是来要结果的，是吗？对，因为我感觉在谈恋爱的这几年里面，他完完全全就是2个样子，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什么样子的。那咱从头说说啊，你们2个人是怎么在一起的？我们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然后在朋友的撮合下，我们才在一起的。你们俩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地方吗？在一个城市吗？没有，他比我要大一届，我是一直待在贵阳，他是后面去凯里市去了。所以你们交往了多长时间呀？2年多吧。他这个前后你觉得反差在哪儿啊？你可以说说。我感觉在谈恋爱的这几年里面，带我出去玩，然后体贴这些也是很到位的，又会给我买很多好吃的，然后会带我处理很多的关系。像我在开学以后嘛，就是来到一个新环境，我就很不适应，他就会教我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教我去怎么跟人相处。你这样，你给我说一件你印象当中他做的对你最好的一件事，就让你觉得特别感动，你觉得这男生特别特别好对你。
那个时候不是过生日吗？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在外省那边去了，在外省那个时候要过来的话，要很久，大概是3、4个小时、4、5个小时。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很晚很晚了，我很失望吧。但是我把门打开，他就这么端着我的礼物，就这么拿着，然后他打开，然后说这是我从哪里给我带过来的，然后他说，就因为他很惦记我，就时时刻刻想着我嘛，就说想把这个东西拿给我。他说我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拿给你了。但我不好意思。说到了美好的回忆嘛，就是你觉得他不管多远，不管多晚，你的生日的时候也抱着你喜欢的礼物出现在门前，是吧？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所以他这么对你好了多久啊？大概就在1年这个节点，他就直线下降。对，什么叫极限下降？就比如说前一天他还在跟你说笑，然后第2天什么问题都不回答，什么话都不说。你们俩是吵架了吗？还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在之前我们是没有吵架的，当时我甚至还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刚进入工作，然后在社会上，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导致他压力太大了。所以这个我是有在理解的嘛。但是完完全全他不给任何的反应。你们俩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地方吗？没有，不在一个城市，所以只能靠就是电话什么之类的联系，是吗？对。那他会回你的电话，或者会接你的电话什么的吗？偶尔，2、3天、3、4天才一次。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你就去当面去找他问问啊？就是那我们电话你不接我电话，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是要分手还是要干嘛呢？去找过去问过的，但每一次不管是问他说你还想谈吗？他说我想谈的呀，然后就跟他说他的问题所在，他又说没有啊，你想多了吧，对不起嘛。所以见了面就又好了。对。你也不知道结果跟原因。对。那问问男生那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当时就因为刚出来实习嘛，然后又是没有说跟着学校去实习，自己出来找的，然后找了发现就是自己适应不了，然后我就辞掉了，然后自己去找了个地方上着班而已。那段时间就很忙，就感觉自己很累，然后有时候就不太想管信息啊之类的那些。你没有其他的原因吗？因为在这个年纪这也很正常，比如说你喜欢上别的女生啦，或者就是不想和这个你现在的女朋友谈了，我觉得这都可以大大方方说出来，没有什么的。没有，就是2种环境突然间变化吧，然后自己一下子适应不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慢慢适应，我没有说去和别人一起说想办法这样慢慢一起适应。你有朋友吗？有。你跟他们去倾诉你当时的压力和苦恼吗？没有。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愿意说话。她是这样的性格吗？女孩跟我刚在一块儿的没多久的时候，她就完全不是这个性格，她是很开朗、很外向的。男生，你解释一下，当时你的那种热情似火，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为什么这样呢？以前我性格就和现在差不多，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嘛，就室友之间都比较疯吧，就像我在一个屋子里待着，他强行把我扯出来一样。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的室友们带动着你的情绪，让你很开心，没有什么压力。对。然后等现在你参加工作以后，自己独立面对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压力了，一个人就感觉压力很大，所以进入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哎，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的原生家庭的情况吗？你是独生子吗？不是，有2个姐姐。那你应该是全家最受宠的那个人啊。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父母都去外面上班嘛，然后小时候就跟着爷爷奶奶他们住着，然后上初中就开始自己一个人住校，然后初中、高中、大学，节假日除非说是像特别长，没办法学校待不了就出来，不然一般就是自己在学校里待着。你跟你的姐姐们关系怎么样啊？还可以，有时候会打电话聊聊天。
就是你遇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你会想到给自己的姐姐打电话倾诉一下吗？不会。刚才你说你觉得你是突然乍到这个新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对吧？但是当你适应了这节奏之后，不就应该对女孩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吗？对吧，女孩？没有，就她这个状态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吗？一直持续这个状态，我都很好奇她是不是就有除我之外的人了。但是不管我怎么问，她永远都说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就算是有了，对吧？我们就大大方方说呗，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什么都不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不好的，甚至说难听点吧，人品上真的会有问题。人品，你认为他人品有问题啊？就算是你自己出了问题，确实是你喜欢上其他人了，那么就大大方方说啊，一直吊着我算什么东西吗？你有比如说去问问他的朋友了解一下，都问过了。在这期间哈，就有另外一个人，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永远他都在，男生女生啊，一个男生。那这个男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是这么样。那在你看来是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吗？在我看来，他们确实关系很好啊，已经好到一个就可能家人之上了吧，很离谱啊。之前那一年特别好的时候，他也带着他的那个朋友吗？带着。那个时候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在意，当时就想说多一个人嘛，大家一起玩也无所谓啊。但是直到后面他态度转变以后，我再去跟他的一些朋友啊、同学去问，发现他这个人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已经高的超出正常范围了。像逢年过节这种，对吧？一般有对象的都会跟自己对象在一块儿吧？他们不，他们两个在一块儿。然后在这期间是没有我的存在的。那我再追问一下你的那位朋友啊，那是你的好朋友是吗？室友。室友。那这个是你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吗？算是吧。你为什么会想着说，在跟他谈恋爱，你们本来是男女朋友的约会过程当中，要带着自己的室友去呢？不是我带着他去，是可能我和他已经出去玩了嘛，已经在外面了，然后他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在干什么，我说在外面玩，然后他说想一起来，我就同意了。每一次约会都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就正好赶在你俩在外面玩的时候呢？也不是每一次，大部分是吗？对，是吗？啊，大部分啊。因为在2年期间，这姑娘说了，他俩单独出去的次数有限，对吧？很少很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好，那一只手。对，没几次。没翻是吧？就是一面，就一直正面。那有没有就是你感受一下，就是有那个男生在的时候，他跟你的互动感觉，和你们俩单独相处互动感觉有什么区别吗？区别不大，讲实话。哦。但是反正你就是觉得说他的这个朋友让你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对，非常不舒服。我问一下男生啊，适应了这个工作场所了之后，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理人家姑娘呢？也没有说不愿意吧，就是一开始找我社会回，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你就比如一些小事情嘛，问我什么的，我感觉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可能是我经常就自己一个人消化掉自己的事情嘛，没有说太多的去求助别人。我感觉他可以自己做好，然后我就不太想去处理吧。那比如说情侣之间每天都会分享一下，说，哎，你今天吃什么了呀？对吧？你今儿干嘛呀？我问你，你会回答吗？不太会。为什么呢？我感觉不是很重要。谈恋爱不就是谈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儿吗？那你怎么来定义这个女孩跟其他所有的女孩不一样？她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她是我的女朋友。比如说我和她是男女朋友，我会去和别的女性吧，不会走得太近。啊，然后就那我问个问，你现在已经进入实习阶段了是吧？啊，你说了，当时住校的时候，你宿舍的室友带动着你一块儿，那会儿让自己的情绪特别好啊，完特别开朗啊，对不对？那现在你说你已经适应了一个人生活了，你现在还会跟你当年的这些室友们一块儿联系吗？或者偶尔出来一块儿玩一玩吗？他们叫我会出去一会儿，但是你不会主动的去跟他们玩。对。那这帮朋友带动他，
现在都很少联系，那这跟女朋友就更不在他这里是这样，他在学校的时候这一种是自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对，不是他去刻意追求这样的氛围。也就是说，你的一切您自己认为自己是完全被动型的，对。也就是说，我任何事情不主动，结果您把这样的被动延伸到了爱情当中啊。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朋友撮合的，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就在一起了。你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在一起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再重新确定一下，你们俩什么关系？啊，1年前是啊不，就现在此时此刻啊，什么关系？现在可能说就是熟识一点的朋友了吧，都已经不是对象这种关系了，我感觉。男生，你们俩什么关系现在？熟悉的陌生人吧。还是熟悉的陌生人，还得是陌生人，还不是那个陌生的，对，是朋友。在你心中，你俩分手了吗？我感觉就是说2个人之间感觉这样子相处不下去了，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就行了，也不用说出来。我能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们俩人就可有可无？是当年那个热情似火1年之后呢，还是最近才开始的？去年的7、8月份吧，他慢慢的也习惯我不在了嘛，他也不怎么找我了，然后我也不怎么找他，就这样慢慢的我就感觉可有可无了。就是你实习之后？对，半年了。哎，你从小是不是就会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孤僻一些？从小感觉就相当于像自己一个人嘛。毕竟，待在老人身边，然后就相当于没有太多的陪伴吧，就习惯性自己一个人了。这是你谈的第一个女朋友吗？第2个。第一个女朋友也是这样的吗？就感觉像冷漠吧，就相当于是那种像没有处一样。也是别人撮合的吗？不是。是你追的？他找的我。你喜欢你的女朋友吗？不清楚。你喜欢过你的女朋友吗？应该喜欢过。那你对你的女朋友或者这个女孩，你对她的所作所为，包括对她好，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还是旁边的朋友、同学教你的？自己。也是自己的是吧？好。因为当时可能性格比现在好一点，然后他有时候找我，可能我当时觉得他也是第一次住校嘛，虽然是小事，但他确实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是我去帮他处理一下。那你送礼物突然出现在他门前的那个行为是自发的吗？是，当时感觉可能就我觉得他需要吧。所以那今天是谁要来的呢？是我要来的。女生，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他，到底是我哪里做错了，还是怎么样？到底是因为谁？假如他给了你答案，你是要分手还是要怎么办？是要分手要一个结果吗？还是说我不需要结果，我只要一个答案？我只需要一个答案。在你心里现在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吗？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为什么？我难道很差劲吗？男生，姑娘来就是要一个答案的。我感觉答案都已经知道了呀，就没必要一定要说出来。你真不是个东西。明明就可以很体面的结束的呀，但是一直吊着，真的，他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像在之前他说，那个时候他对我已经感觉很无所谓的那个时候，再在后面，大概是9月份吧，我那个月我的体重是反反复复，那个时候最差的一次是已经到了78斤，整个人就是风一吹就倒的那种程度了，经常性就是贫血。经常进医院，我现在是90斤嘛，我现在是已经恢复好多了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已经很不值得了，相当不值得。那他呢？当时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就感觉我像这个疯子一样。那会儿你们是异地吗？是异地，但是我可以过去。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问题，但是在他看来，这就是无所谓。男生有解释吗？没有吧。通过刚才咱们之间的对话啊，你永远用个8做每句话的结尾，就永远都是你自己也不确定。我想问问，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人或者事儿，你非常在意，
很肯定的告诉他对我很重要，什么样的事情？有吗？活着。哦，就我自己活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哦，我觉得。一个男生曾经的热情似火，突然没了；曾经的热情也突然冰冻了。女生当然解读不了，适应不了，甚至会非常的痛苦。如果仅仅从爱情的层面来说，往往只有一个答案：变心、腻了。但是是他对这段感情腻了，还是我们没有细腻的去观察他的成长和他现在的状况？前东南，我层层来来回回1年去做公益。大家去想大山里随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的一个男孩，他面对的是天和山，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可以说原生家庭对他造成的，就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孤僻。所以我也曾经呼吁过，我们对大山里的这一些孩子，我们去做公益，我们去帮扶。帮扶什么？其实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心理关爱，是需要小鱼老师这样的专家。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您说他可爱，非常可爱，非常淳朴，他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投入这份爱情，我该怎么去爱这个女生，他不懂。但是你对这个女生不公平，他已经对一个男生有了依赖感，这么的爱你，突然感受到的是您的冰冻。这个女生的一切的表现，都是一种正常的恋爱状态。她的要求不高，是希望曾经她爱的那个男生，是她能够读懂，你心中是有他的，而不是您说的可以吧，不可以吧，等等的模棱两可。所以我希望今天最后您再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对这个女生的态度和对爱情的态度。谢谢。女生说她为什么变了，实际上她现在的样子才是她真实的样子。人的性格不会突然发生大的变化，如果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就真的诊断为疾病了。它只是性格，它会重新回到了原点。那段对你来讲的帮助，在他的成长经历里面他是缺失的。他帮助你，他其实也是在帮助他自己内心一种自我的一种价值感。但是呢，我想说一个实验，可能和你这个有关系，就是有一个人在吊桥上晃动，然后相亲，然后呢，人在桥上就是很紧张，心脏跳动的时候，就会误认为这是在恋爱的感觉。其实我想说的，你就是那种情况下，其实他对你很多的帮助，让你误认为这就是恋爱了。那实际上呢，对你来讲，你的张力很强，但是你没有真正恋爱过。从谈恋爱角度讲，如果你谈着谈着到后面你发现他变了，那么后半场是真的。如果后半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是真的不舒服。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另外一个男生呢，我想说，你的性格是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的，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愿意用病来去说你，但是每个人都有需要成长的空间。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要创造本该属于你的价值。你之前的能量是小的，但并不代表你是没有能量的。当你心往外去多看一看，多去主动做一些事情，你是有价值感的。就正如你在一开始帮助他的时候，其实那一部分是你的潜力，只要你好好的去挖掘那个部分，你的人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也不要对自己就是一直就这样下去吧，然后呢就这样活下去，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所以分手是必然的了，但是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如何过好你的生活，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我没有前面2位男性老师这么理智啊，我可能比较感性一些。但是在我这儿看来，真的女孩刚才对你说的那句话，也是我特别想说的。我不能仗着我自己性格的原因，
对其他的女生随意伤害吧。你明明知道这是对人家的伤害，你不想谈了，你就早点说话呀。曾经人家问没问过你分不分手？你说不分，好，你自己一个人习惯了、适应了，也不给人家姑娘一个答案，然后来一句什么？我觉得分手不需要说。那谈恋爱的时候怎么需要说呢？确定关系、确定男女朋友的时候怎么需要说呢？你如果自己心里有问题，赶紧去看心理医生，你不要祸害别的姑娘。你让一个女孩从90斤瘦到70斤，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我们在这个爱宝的舞台上，是会同情一些可能从小原生家庭不是那么好的，我们会愿意更多的去理解他们，去包容他们。那这个姑娘人家哪儿错了？你可以去跟室友玩，你可以正常的工作。你现在问你说喜欢过人家吗？你都是来一句喜欢过吧，你都不确定我喜不喜欢这个人，我为什么要谈恋爱？所以你就是人品有问题，性格也有问题。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可能我是现场在座5个老师当中唯一一个女生，我特别的理解这个姑娘。就算从小你缺失爱，就算你从小可能在某种特殊的情况环境下长大，你不知道该怎么把爱表达出来，但最起码的是非分明，我们知道吧？你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你让我有一种你在报复大家的感觉。我只要一个人舒服了就行，我不管其他人的死活，跟我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自己一个人活着就行了。可是我们是一个社会呀，我们是有人际交往的呀。你在跟别人产生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在乎跟你产生人际关系的这个人呢。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吧，我们称之为善良。所以我今天一点不想说站在同理心的角度去同情你说啊，给你找一些理由，给你找一些说辞，我就希望你保有最真诚的善良，最后能跟姑娘说声对不起，认认真真的道个歉。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继续没有感情，继续冷漠，你可以继续选择你舒服的方式。可是你知道，你这一笔在这个姑娘的人生当中就留下了一道阴影。她可能未来会害怕接触一个男生，我到底跟一个人在一起1年了，我突然发现他天哪，他不是这个性格，我怎么再去接触其他的人？1年了，你展现出来的都是假象，你告诉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我那1年不正常，你让他不怀疑人生吗？所以小伙子认真的道个歉，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一个奉劝啊，就这样。其实现在说清楚恰到好处，我能感觉出来，这个男孩在之前可能会尝试着融入过你们俩这关系当中，好听了说叫失败了，难听的说就是没怎么使劲，我不想融入了，我觉得有点累，这也就是性格使然。你能跟室友玩得热火朝天，怎么就跟女朋友玩不到一块儿去呢？哪怕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只是同学或者一个愿意参与到你活动当中的一个同学朋友吧，那也不至于让你这么淡漠吧。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还是有重点的。你嘴上说都是大家带动着我，其实你是有参与感的，只是你的性格使你大部分时间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就像刚才我问你的问题，什么事情、什么关系对你最重要？你说活着。我不想用自私来评价，因为你现在整体的状态和给我的感觉，你还真不是自私，你真的觉得是对的，就是我活着就行，甚至你都没说出来，我舒服就行，我舒服就行，这种人是自私。你这种说我活着就行，你反而还不是自私，你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恰到好处，女生已经知道结果了，我希望你释然。
趁着年轻还能走出来，全情投入到下一段关系当中，让自己活得更好、更舒适。而男生先改变自己，然后再尝试着去融入别的关系当中，因为你必须走出这一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这一生你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男生当听到女生是被你伤害到了，并且在质疑你的人品的时候，你什么感受？没有太大的感受。你心疼这个女生吗？有点，很真实。所以女生如何能够释怀？你是遇到了一个人品不端的人，还是遇到一个性格差异与你很大的人？告诉我哪一种会让你释然？我宁愿相信他人品不端。好，那我相信你们这段关系对于你们俩都是一个成长。这个男生我不认为他人品不端，性格使然，因为这跟他的原生家庭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只是在他的性格里面，他一直在保护，他没有成长。男生啊，永远在自己的舒服圈子里是永远不会成长的，对吧？其实你的生活真的是需要那个室友，真的是需要谈恋爱这件事儿，才能让你不断的去拥抱生活当中的美好。这段感情可能让你学到说，你真的没有遇到那个爱的人，你可错过一个非常好的姑娘，但这是你的收获，因为你必须要调整，你需要去了解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给到你的绝不是活着，而是美好。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即使这段感情不能走下去，但彼此不要埋怨，这个男孩绝对不是人品不端的人。哎，姑娘，他好像还送过你一个戒指，是吗？对，我现在带来了的。这是我们之前谈了大概52天嘛，就当做是一个纪念日嘛，我就自己去做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想再要它了。他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已经很不值得了，相当不值得。你真不是个东西。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谢谢你们。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我们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好了，我们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应该都不出来呗？应该都不出来，肯定不会。他们两个来了，结果还牵着手来了，这是。意外啊！嘿，哎呦呵，说说吧。哎呦呵，您这得意的样子啊，这怎么了？刚才听到老师的一些建议哈，一些意见，我觉得，特别是莎拉老师给我说的一句话，我感触很深。我觉得可能我太自私了，因为2个人在一起嘛，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我们应该多一点爱，不应该讲太多的条件。那妈妈那边怎么办呀？我妈妈那边，我私下再跟我的妹妹她们多协调一下。这个样子，我愿意给她一些时间。好。再相处吧。好。在一起吧。您留在成都。留在成都吧。好，暂时在成都吧，先平衡一下嘛。你们想好了，选择好了就行，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浪漫30秒。我觉得可能我太自私了，我愿意给他一些时间。好了，请亮灯吧。不管怎么样，既然选择了彼此，就请认真的善待彼此，好吗？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再见。谢谢再见。
欢迎大家登录抖音啊，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另外呢，如果您有情感困惑或者情感问题的话，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那么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去抖音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开门看结果，3、2、1，请开门。哎，这个是真的不用看。对，这个不用看了，这个不用看了。他要出来反而奇怪了。但是真的，刚才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女孩。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恋爱就要认认真真。最重要，我觉得爱或者不爱，咱们都要真诚的告诉对方。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